我们都喜欢 cosplay。上一集呢，我们是在介绍就是基础的第一次做假发理论篇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实际来实做篇了。今天会介绍3款，一个是打薄，然后再来第2个呢是关于抓翘，因为有很多角色可能会需要，比如说反翘啊，或是刘海需要抓一些造型啊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会比较进阶一点点，但是很常用到就是怎么做鬓角，或者是像美人尖这一种啊，那种烫风啊。对，那我们先从第一个，谁是第1棒？我最简单的第1棒，越后面越难，所以大家知道看得出来大家的资历。那小姚要示范什么？我要示范抓翘或是内卷这样。哦，抓翘或内卷嘛。那我们这边给他来示范。我先给它剪短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会比较明显。因为我做假发都是给自己戴的，所以我都会剪得很随便，就是这样。好看就好了啦，没关系。随便。你都不考虑人家的感受，通常这样子薄会很痛。那它是假发，我要考虑它干嘛？所以就是用刮的，上下垂直的方式去刮它，它就可以有就是修短跟轻微打薄的功能这样。因为前面一集我们有介绍到就是打薄剪嘛，然后像这种打薄剪会用到吗？这就是很厚的话，你就比如说我这边好了，如果我觉得这边很厚，那我就会这样子把它打薄。现在这个研磨看起来宿醉的严重。好，那这样就打薄了。我通常如果要烫翘的话，我会先捧着，因为有时候发量地心引力太重，然后一放下它就直了。然后我会让它就是等量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弯度，有没有？然后再多弄几次。其实反翘你抓好一个基本的概念，它就是塑胶，你加热冷却这件事情，它就会定型。然后如果你要更定型的话，你就喷一点胶。有了耶！再把尾端可能我知道，这时候就要用到这个了。这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不会在这个画面之中。稍微喷了之后，你再稍微夹一下尾端这样子。我也再细修一下。改一下。就好的。有了哟。基本上如果是卷的话，往内卷的话就只是相反而已，一个是往外，一个是往内。就以此类推这样子。对啊。然后如果是内卷的话，一样也是。把它捧住，会烫，对。做假发要不怕烫哎，我的天哪！是啊。我看我还是给人家定做。这样就有怕烫的人。然后有时候如果你要做很细的那种翘，最好都不要用到发蜡，发蜡造型头超难清的，而且头发变得很重，然后一根一根黏黏的，你像万年没洗头，千万不要用发蜡。通常的话，我会用水沾一点水，然后它就会比较有那个形状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用夹子去夹一下，它就会很有型。完成，哒哒。翘跟不翘啊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喷很强的定型液，所以就是它还没有办法让我很那个。就是我会先把头发都全部夹直，假发它这边会有好几层嘛，分层。对，最上面这一层，这边有个头皮，这边我都算第1层，它这后面就玫瑰网嘛，就玫瑰网上面还有一个这边地方，这是第2层。这边就我会2个发排1个梯次这样去烫，就是这边玫瑰网这个就1层、2层、3层、4层这样。看这个手法感觉就超老练的，我到现在还在想说到底哪一层是哪一层。压到什么程度？通常要有齿痕，压到有齿痕，但不能很深的齿痕，不然它就会变烫绒了。你这样稍微有点齿痕。那通常像这种玉米须用完后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回去像原本顺顺的？还是其实夹纸就可以了？夹纸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习惯是先全部都烫完，再把它一次夹纸，一排把它烫完之后，然后再夹，然后顺下去这样。所以是2道哎，而且它的那个齿痕会比较没那么明显，然后又有蓬的效果。夹它把它夹炸掉了，我们就用那个顺发水，把它先顺，然后再夹。看烫绒的大概长怎样？这种的它是比较好，它就是浅的，如果深的就很容易烫绒。对啊，我们就有一点它跟刚刚不太一样了。对，它看起来好好吃，好像盘尼尼那种。就是它已经整个炸掉了，它夹直它就会有那种反光，一点一点的反光。夹直还是会有那个齿痕，这就是烫绒。对。烫完之后，它这边的头发就已经是蓬蓬的了耶，本身就有点蓬蓬的了。所以其实可以想象，如果这边全部都处理完的话，它应该就是它会更好做造型，比如抓翘啊、反翘那些什么会更好做。所以难怪你们说像这种玉米须，这是玉米须夹嘛？对，玉米须夹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也可以入手一个。我觉得需要。而且建议是像这种齿痕比较浅的，它这种齿痕比较浅的比较不会容易那个失手。可以买到8尺的啦，8尺到6尺的，不要买那种有一种就是方块型的，那个一点用处都没差啦。我可能就是长这样子，烫坏掉就对。
一撮一撮从里面，然后慢慢就是一层一层，然后分层，最后全部烫完以后，它这边就会这样蓬起来。对，它就会蓬蓬的啊，大概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要垫头发的话，就是建议就是什么叫垫头发？就是有一些造型它这里面要有一个弧度，然后啊，它垫你说一在里面个一个这样烫泡住，对，靠近发根的地方烫绒。或者是你有一些废材啊，像我刚刚剪的一些废材，揉一揉揉一揉，然后垫进去。因为我之前有人送我礼物，然后这种你可以看一下，对，我会拿这个垫，这个粉丝要哭了啦！就是人家送我礼物下面的废料，然后我就会沾热熔胶，放在里面垫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我自己用轻粘土你是说像垫在这？因为我刚好有嘛，我刚好有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示范的是怎么做鬓角。我们一般会找要的位置啦，然后你鬓角如果要贴，你当然就是要找发鬓这边，而且你不要留原本的头发，它才能贴的比较服帖。你可能要先抓好你自己要的鬓角的位置。我有时候会留那个发痕，所以我这边可能不一定会剪掉，但是如果要贴平的话，我可能就会把这个地方局部地方把它修掉。那今天通常鬓角做了之后是直接做在假发上，还是它就是做一片，等于说它是分离式的？都有因为我自己就有做2款，你不想要分开，就是你想要直接服贴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就会像这样子，可能把它剪下来，制作在这个局部的时候。我那个剪刀有点不太利。哇，真的不利到爆炸像这样剪下来之后呢，你可能就是把它一些小碎发，你要把它梳掉，要把它剪齐。对，要剪齐，弄平之后呢，我们可能就是拿你常用的胶，不管是胶水或是 U 胶，像这样子是你可能就用一点量，最好是能够把它整个表面都能够覆盖住的量，因为你其实是要让它硬。U 胶其实干的还蛮快的，所以就像这样子，你尽量不要刷太久，让它有胶痕，然后让它渗透进去。等它大概干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它拉起来，然后从这个位置最后面的局部的位置，你可以把它剪下来。那其实就是一块发片了。那这边我觉得，如果是以鬓角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需要注意的是，它底下是没有支撑度，它好脆弱呢。对，它很脆弱，所以你要嘛就是贴在它原本的那个发网上面，这样贴上去，或是说你底下可能用一些衔接的东西，比如说发网，把它粘在下面一块，你再这样子把它粘上去，它就会比较服帖，而且它不会一拉扯就掉。但是有些可能像我们发量比较多，它的鬓角是这种垂直下来的，那其实你就不用特别去做任何的制作啦，你只要把它修出那个形状，然后你把它往下粘就可以了。然后像这样子，然后你平常可能捏个发胶好了，或是喷个定型，然后这样粘上去。最常有的就是你用睫毛胶啊。后面的研磨现在变超浪漫的，他要准备去约会了吗？我们刚刚示范的呢，就是3种的技法。我想说到底是什么？那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到想要入手看怎么样做假发的大家。这样，我后来发现其实做假发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，而且我发现呢，其实做假发的价格比做一件空服甚至更贵。想要做的最困难，最近是做那个他要做怪兽8号。对，因为我本来想委托给别人，但我一看一顶要3-4千，我就干。我想说，那我自己尝试做看好。然后他做完之后，新的是觉得说，好啦，1顶3-4千便宜啦。像你们平常做1顶假发会花多久时间？基本的话，我现在就算难角简单的洗，我应该也是5小时起跳。我是计时性的，分1类、2类跟3类，就是看它的难的程度这样子。如果研磨这种角色算是1类吧，1类比较简单。1类，2类的话就是里面会放一些轻粘土啊什么需要去垫的那种角色，然后3类就是要打那种骨架，花的时间会大概多久？我之前做那个什么日向的，日向的好像就6-7个小时，因为要一点一点这样子。因为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如果是自己有兴趣或简单的角色，我觉得是可以自己弄。可是有时候真的会遇到那种很难的，但你又很想要做，你很想要出的，强烈推荐去找就是假发委托的人。但是大家一定会很好奇说，那通常假发委托的价格都是怎么算的？一般一定是用制作的时间去做这个，但是就是你要呈现你怎样的状态，你要准备好你的角色的图，一定是要前后左右。那大部分人可能是估完之后，如果他有先跟你讲之后还有加工序，可能会再加钱，或是像我是如果真的觉得那是额外的东西，不加钱也就算。但是我们一开始就会估，依照那个可能角色，我们会估多少时间给他，然后就把那个钱算给他。那可能是算时薪，或是像刚刚讲，就可能按照不同价格去换。这个其实要看每个
魔法师他们自己的习惯。会有一个区间吗？一般大部分有实际在线有在接委托，他一定会讲说可能短发是多少钱 up， 就是这个是底线，他一定会往上再追。但是其实那个起伏是很大的。这听起来就是1分钱1分货。大家如果要去找人委托的话，也可以多看他的作品集，就是他的作品集是不是你喜欢的这样子。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接单之后跟顾客的理解是有落差的。你们讲到这个啊，你们有没有遇过那种很雷的？对啊，你在笑啊，你讲，我感觉到了。他那个角色是小说里面的角色，其实他自己也不太确定那个角色到底长怎样。等一下，我听到，就是问题点已经出来了，他自己本身委托人也不是很确定，然后他就是看大家怎么出，他就想要委托一模一样的假发这样子。但是因为每个人他在工艺上面都会有落差，就是像剪头发的方式在怎样，他没有办法完全一笔复制。然后我做出来之后，他就说他要在我做出来的这个基础上面，他想要再加自己的想法。但是因为假发这种东西，尤其是那种反重啊，或者是说已经整个全部都已经喷胶的状况下，会很难再去做调整。可是那时候你们在沟通的时候，他有跟你说，就是我就是要做的跟这个一模一样吗？还是没有？他就说我喜欢这样子。我觉得委托的那个图片要很明确。这也是一个点啊，就是他到底是，如果他真的很确定要这样，他可能他一开始就要很明确说，我就是要复制这个 coser 的假发，对，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？那如果不可以的话，可能那个落差值在哪边要先说清楚。我自己因为接的不多，就是大部分都是认识的人，所以跑单的几率不高。可是我觉得比较容易遇到的问题来估价了，你不跟我讲你要不要做，然后就放置，我就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留时间给你。对我们来说蛮困扰，是因为我们其实要排时间。你来问我，也许我会假定你就是有委托的兴趣，或是你已经要委托了啊，但是结果后来没有，我就时间白留。所以你要很明确的估完价之后，这个价格对你来说到底合不合理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就是直接挑明的跟你的魔法师讲清楚说，那我要做，然后我什么时候要。最晚多久之前一定要跟你们讲会比较好？2个礼拜，这个4天就是极限，因为1个礼拜是定假发，然后送到我这边，我1个礼拜赶给你嘛。那最急的就是1个礼拜的，你要自己自备假发给我。我懂，魔法师这个算是，我觉得它是一个新兴的职业。因为虽然它是这几年我觉得才开始起来的，可是其实发展的蛮快的，而且它也帮助很多coser看起来很厉害。像你这种吗？对。那总之呢，我觉得假发也算是做一个 cosplay 里面的很重要的一环。这一集我们分享实作的部分，然后也分享了关于委托的部分。那当然就是，如果大家看完会觉得实作很累，那也欢迎可以去找我们的山雪跟我们的小小峰去做委托，这样我会把他们的资料呢整理在资讯栏里面，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呢可以去点他们，然后去追踪他们，看看他们的其他作品。那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陪我们录2集，原本以为只有1集的，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加入